我一口气干完了 Roblox 历年的年度最佳游戏。我想知道这10几年来，这些游戏凭什么成为最佳？所谓的最佳到底是变得越来越好玩了，还是变得越来越离谱了？点赞加订阅，我们直接发车。2013年 Roblox 官方颁发首个年度最佳游戏，启示录崛起拿下该奖。这游戏真的很宏大，玩家在超大地图里面搜物资、打丧尸，还要和几十名玩家互相厮杀。但现在游戏在线人数0到10人徘徊，已经死了。学校饭堂用一颗鸡蛋打一桶蛋花汤，我好歹都能捞点蛋花吃。这游戏这么大的地图，我跑半天人影都看不见。我和朋友匹配一起玩的时候，也是搜刮找人半小时，打架1分钟，游戏节奏已经跟不上时代了。到了2014年，年度最佳谋杀之谜直接掀翻了桌子啊！他把搜刮半小时、打架1分钟浓缩成了3分钟一局的纯粹心理战，仅靠一个极简的规则，就让所有玩家都有不同的刺激游戏体验。哦吼，这局我是杀手，直接开杀，杀到就赚到。嘿，我现在杀了一个人，警长肯定会上来击毙我，那我直接卡视角堵住楼梯口。听脚步来了，7步之内我刀快，还有高手，来让我看看。你小子死定了！哟，还想秀身法？不是抓 NPC 呢？当我在大厅见过你啊！警长是你吗？还是你？稳住观察一下，又一个没拿枪呢。嘿嘿，我来了，不要跑！哪里他是警长？太会装了。这局会是什么呢？哦，刚当完坏人就当好人，我可太知道怎么玩了。远离人群，不要被杀手第一个刀了。哎，杀手不装了，吃我一枪子。走位，直接秒掉，10秒结束战斗。我这警长简直无敌！玩到这里，我发现他当年为什么能拿年度最佳了。秒上手的玩法，不管是平民的惊险求生，警长的精准击杀，还是凶手的暗中收割，在一局3分钟的游戏内，都能让每一个玩家获得正反馈体验啊！凭借这套完美的机制，这款10几年前的老游戏，至今仍然保持着10几万人同时在线的数据，太恐怖了！时间来到2015年，年度最佳和谋杀之谜同样主打快节奏对局，但它能使用的武器超过上百种啊，甚至还做出了高度拟真的物理弹道和后坐力，它就是幻影力量。所以后坐力有多真实，来试试。后坐力确实很大，但我已经掌握了这款游戏。谁家拿 IK 还开镜啊？拿下！有谁？后坐力再高，跟我单发狙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在看哪呢？爽！哪来的弹刀？站这么高，不拿狙不就是靶子吗？还有高手，来再露一下试试。你还真砍啊！这一枪一个是真爽啊！啊，还有不怕死的，打不到头啊！还敢看？拿下！在那个 Roblox 游戏画质普遍简陋的年代，这款游戏的出现让玩家发现 Roblox 也能这么硬核真实。AK-47清脆的开火声，大狙的一枪爆头反推，确实非常震撼。再加上秒上手的射击玩法，谁上去都能爽杀几个。说实话，这扎实的手感放到现在依旧能打，就是新老玩家实力差距过大，容易被劝退。经历了硬核洗礼后，到了2016年，开发者们发掘了 Roblox 的另一层潜力。当全球大热门 IP 被搬进了 Roblox， 简直就是本地游戏的降维打击啊！年度最佳 Pokémon Break Bombs， 它击败了当年爆火、现在有163亿游玩次数的 Meep City。但可惜的是，让任天堂法务部直接重锤出击，最后被迫永久下架了 Roblox。不过阿贝还是找到了由玩家上传的这一款游戏。这么多世代的初代宝可梦可以选择，满满的童年回忆啊！阿贝还是更喜欢小火龙，出来吧，小火龙！使用火焰攻击，哎，不错，6点血啊！直接打我9点血，那我直接使用咆哮。什么攻击对他无效？完了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使用抓击，哎，好像还行。对面攻击力也变弱了，我们还有机会再次使用抓击。别死！哦，缩住了！最后的火焰攻击。哦 ，nice， 我们是冠军。
我发现这款宝可梦的出现不仅是对 Roblox 本土游戏的降维打击，它甚至威胁到了正版。它不是敷衍的换皮，而是拿着正版的2D 高质量精灵贴图融合进 Roblox 的3D 场景建模里面，视觉效果极具冲击力。更绝的是，它实现了当时正版玩家一直想要的玩法，零门槛的自由联机和交易，再配上作者那个极具悬念的原创剧情。开局没多久，就有人告诉我父母被绑架，连父母留给我的项链都被他偷走了，这谁能忍住不去把他打一顿啊？这种经典的养成和战斗机制，再过10年依然好玩。到了2017年，这一年的年度最佳游戏非常离谱啊！他去颁奖典礼是去进货的，一口气狂揽14项大奖，直接斩获了一半的游戏数据奖项。它更是 Roblox 历史上第一款同时在线人数突破10万大关的游戏。这款游戏相信屏幕前的你们都不陌生啊，它就是越狱。来，都选择当囚犯越狱了，直接干票大的。还有同行，举起手来抢劫！好家伙，上班时间在摸鱼都不用我抢了，我直接拿。什么？钱都被同行拿走了？一会再来，先去劫个火车助兴。哎，不是，我玩的还是现代都市游戏吗？货运船已开放，目标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看到船了，把车给我靠过去。什么鬼啊！没人跟我说船还有大炮啊！我有一计，快跑啊！老板，我又来喽。好家伙，还在睡，来给我开个张。支付宝到账1000元。我算是明白越狱当年为什么能获得年度最佳游戏了。只要3分钟摸清套路，成功完成第一抢夺，直接爽感拉满。哪怕放到现在，这种高自由度的警匪追逐依然让人极其上头啊！到了2018年，开发者们发现能把人留下来玩游戏才是真理。所以这一年，休闲无脑的模拟器游戏开始泛滥。但有这么一款模拟器游戏，它把探索和管理资源这2种玩法都塞进游戏里面，让玩家在休闲无脑的同时，又体验到了升级打怪的快感。它就是蜜蜂模拟器。时至今日，它依然有2万多人同时在线，来体验一下游戏好玩在哪？开采开采！蜜蜂快帮我制造蜂蜜啊！它的蜂蜜这么多吗？就像是一个军团。阿贝，我也想要1000块钱的蜂蜜卵，买了，出来吧，小蜜蜂！普通的，再来一只。哇，红色稀有，太酷了！但是我心爱的小蜜蜂继续开干，救救我啊！有独角仙！哎，蜜蜂升级了，我也拿到金币了，爽！阿贝用了1个小时，也才养了10只蜜蜂了。现在一个蜂卵要5万，贵到买不起啊！任务所需的数目也越来越大。我玩的不是休闲模拟器吗？怎么像是进了黑心工厂？玩到这里，我发现这游戏确实很上头啊！它在当年一众粗制滥造的模拟器游戏里面，做出了极其深度的 RPG 养成系统。它用最可爱的画风，让玩家心甘情愿干出自己的蜜蜂军团，把玩家的留存曲线直接拉满。就算放到现在，这游戏依旧好玩。到了2019年，我突然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2013年的 ARE 极其硬核耗时，紧接着2014年的谋杀之谜就快速爽完。2018年的玩家在蜜蜂模拟器里面接着干，那19年呢？没错，又一款无门槛、纯粹让玩家互爽的游戏，2019年的年度最佳兵工厂来了。在当年，它的武器不走寻常路，就像这把火铳啊，换弹要换1年。啊，礼物盒，这能砸死人吗？哎，你别过来啊！还有更离谱的，我拿着弹弓在打小丑，怎么连向日葵都来了？这怎么玩啊？3个一起冲！我背后有人，你有吗？这火力也太猛了吧！哎，不对，大哥救我！66还有花人环节，我直接猛攻！我去，有老六，下一把。还想突袭？我直接守在这里啊！有点聪明，但是不多。哎，大威天龙！后面经过我调查发现，兵工厂当年能统治射击区，靠的是真正的零门槛，甚至是对设备的零门槛。在那个 Roblox 移动端玩家暴增的19年，他做到了让3端都流畅对战游玩，不需要做任务解锁任何枪械，落地直接开干，听着系统的疯狂夸奖，简直爽爆了。
死得快，复活也快，全程都在干架。放到今天，这种极其丝滑的快节奏火拼依旧好玩到离谱啊！到了2020年，也是评选最具争议的一年。年度最佳 PIGGY 的节奏也很快，但不是对局快，而是更新频率快。作者把一个追逃游戏分成了多个篇章，持续推出，让上千万玩家在游戏里面解谜找线索。随着被 YouTube 博主做成剧情推理视频，更是吸引了大量新玩家。那这款游戏究竟好玩吗？还是说只是剧情讲得好？我们来看一下。这局我是小猪杀手，要去逮捕人类啊！别跑啊，让我看看。哇，还能关灯，但我不瞎呀！好家伙，你还挺会跑啊！你小子最好别被我逮到了，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，我都要追着你啊！这次看你怎么绕！下一个，放个陷阱堵住一边，另一边让他们进来，直接瓮中捉鳖！嘿嘿，我来喽，看你往哪逃！这都没死吗？我自信回头了。哎，小红帽跑进陷阱了！救我！乖乖等我！可惜最后被培根头跑了。我发现这游戏的主在速度上没有优势，那是不是可以玩那一招？你过来啊，抓不到我！哎，来追我呀！不想玩了呀！怎么这么恶心人呀？玩到这，我知道这款游戏不全是靠剧情，这种紧张又刺激的追逃体验，哪怕放到今天，也依然具有一定的可玩性。作者快节奏的地图剧情更新，更是死死地抓住了玩家的胃口。到后期啊，很多玩家不是冲着游戏玩去的，而是像看连续剧一样疯狂解密探秘的。正是这种极其疯狂的粉丝粘性，把它硬生生抬到了年度最佳的宝座。我本来还想继续找2021年的年度最佳，结果发现这一年 Roblox 没有评选年度最佳。还记得我前面说过2020年的评选最具争议吗？因为这一年奖项的绝对权完全交给了大众投票，而 PIGGY 就凭借着超高的人气，靠玩家一票一票抬上神坛，击败了当年体量庞大的 RPG 巨头。这一结果直接引爆了落败游戏粉丝的强烈不满。这一年官方发现，此时的 Roblox 日活跃玩家早已突破数千万，月活更是破亿啊！玩家的兴趣爱好不同，有人追求无脑爽，有人甘愿去爆肝。Roblox 已经很难再用一个单一年度最佳概括了。我当场就懵了，没有年度最佳，那我这期视频接下来该玩什么呢？但等我继续往下查才发现啊，在没有年度最佳的时代， Roblox 反而迎来了真正的爆发。官方在2020年把最高荣誉一分为3，分别是最佳新体验奖 Deep Woken， 它用死亡清零的机制狠狠折磨重度玩家。玩家选择奖起床战争，进去就疯狂拆闯，无限连杀。他用最简单粗暴的高频正反馈，毫不讲理的收割了千万大众玩家的注意力。就在我以为无脑爽和硬核男就是 Roblox 的天花板时，官方把最高荣誉的卓越奖颁给了 Starring Artist。他甚至连游戏都不算，你在里面画画摆摊，卖的是能换成真金白银的 Roblox。它已经成了一个打通创作和现实经济的虚拟社会。如果说 PIGGY 是年度最佳时代的恐怖传播代表，那2023年同时拿下 Buildman 卓越奖和最佳新体验的 Doors 就把恐怖体验做到了更高密度啊！你永远不知道推开下一扇门会遇到什么，这种玩法让玩家每次都有新体验呢。而最受玩家喜欢的游戏是 Bloxfruit， 它把 Roblox 的社交攀比做到了登峰造极。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疯狂找果实打怪升级的游戏，但到了后期，在这片海域里面，真正的核心玩法是击杀其他玩家，抢夺悬赏金。阿贝也想在里面当赏金猎人呐。该游戏频繁的内容更新，以至于现在玩家同时在线数还能维持在几十万，真的非常离谱啊！到了2024年，评选更加不严了，一款粉粉嫩嫩的换装游戏 Dress to Impress， 它不仅拿下了最佳新体验，更是直接捧走了最高荣誉 Buildman 卓越奖。它的恐怖之处不在游戏内，而是在游戏外。它不仅杀穿了 TikTok 等短视频平台，引发了无数千万粉博主疯狂跟风，甚至直接联动了现实中的欧美顶流歌手，把全球的时尚搬进了游戏。无数根本不玩游戏，甚至连 Roblox 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年轻人，为了它，人生中第一次下载了这个软件啊！曾经的那些巅峰神作还在平台内部为了争夺玩家打生打死，而 Dress to Impress 直接越过 Roblox， 制造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流行文化。到了2025年，虽然没有年度最佳游戏奖，但是有一款游戏史无前例的将3个大奖同时揽入囊中，堪比年度最佳，它就是成长花园。这里没有枪战，没有怪物，而是回到最原始的玩法，种田。
没想到全世界玩家居然都喜欢种田，人类宇宙的尽头都是种田。所以年度最佳变得更好玩了吗？其实不是游戏变得更好玩了，而是 Roblox 越来越懂玩家需要什么样的玩法了。点赞加关注，我是小贝游戏食堂，我们下期见。